上期我们讲到，李陵战败后投降了匈奴，消息传回长安，举国震惊，这让大汉王朝的国威受到了严重的损害。那么这场败仗该让谁来承担责任呢？以汉武帝的自负，他绝不可能承认是自己的战略有误，那就只能是李陵的问题了。善于奉承的大臣们也都纷纷进言，要求严惩李陵。可这时候太史令司马迁站了出来，他要为李陵鸣不平。司马迁，夏阳人，也就是今天陕西省韩城市人，他的父亲是太史令司马谈。公元前108年，36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职业，也成为了太史令，开始着手编写《史记》。可由于他的这次发言，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。他对汉武帝说，李陵以5000步兵深入匈奴腹地，对抗数十倍于汉军的匈奴骑兵，结果还能杀敌万余，可以说是虽败犹荣，自古名将也莫过于此了。而且李陵兵败投降，绝非是贪生怕死，他一定是为了等待时机，再伺机报效朝廷。司马迁的这番话犹如平地惊雷，他这是在赤裸裸地挑战皇帝的威严。因为在汉武帝看来，司马迁一方面是替李陵辩解，另一方面其实是想贬低20将军李广利。李广利打过的几次大仗都是以绝对优势兵力出征，可结果或是惨胜，或是惨败。可即使这样，他也从来没有受过处罚，而且还不断的加官进爵。于是愤怒的汉武帝当即下令将司马迁逮捕入狱。在牢房里，他被枷锁锁住，酷吏们对他施行了棍打和鞭笞的刑罚。这件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后，汉武帝也逐渐意识到，李陵之所以战败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的兵力悬殊太大，而且又没有为他提供应有的救援。所以他的思想也有所转变，他派人去慰问了李陵的残部。之后又派公孙敖率军前往匈奴的境内，寻找机会营救李陵。然而公孙敖到达汉匈边境后，守望了1年多，也不敢深入匈奴的境内，最后只能是无功而返。而且他还根据道听途说的谣言，回来后告诉汉武帝，李陵正在帮助匈奴练兵，以对付汉朝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把他给接回来。汉武帝听后大怒，立即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子以及全家老小全部都给诛杀了。消息传到塞外，李陵异常的悲愤。有一次，一个汉朝的使者前往匈奴，李陵就问使者，我率领5000部族横扫匈奴，只因为没有等到救援而战败，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汉朝？皇帝要诛杀我全家。使者告诉他，皇帝之所以震怒，是因为他听说你正在为匈奴练兵，以对抗汉朝。李陵听后哭笑不得。他告诉汉朝使者，给匈奴练兵的人并不是我，而是李旭啊。李旭原本是汉朝的塞外都尉，后来投降了匈奴。不仅单于对他礼遇有加，坐祀在李陵之上，而且单于的母亲，也就是匈奴的大胭脂，和李旭的关系还很不一般。李陵了解了他全家被杀的缘由后，更加的悲愤和无奈，不知道该找谁去报复，于是便将怨气都撒在了李旭的身上。随后他就派人刺杀了李旭。大胭脂得知李旭被李陵给刺杀了，非常的气愤，非要杀了李陵不可。单于也没办法，只能将李陵先藏到北方，直到大胭脂去世后，才又将李陵给接回来，并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，封他为右孝王。之后单于派李陵去北海劝降苏武，他为苏武摆下了酒宴，两人开始叙旧。之后他便对苏武说，你此生是难以回到汉朝了，总不能就一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白白的受苦吧？而且你在这里坚守信义，又有谁能看得见呢？我走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已离世，妻子也已改嫁，家里只剩2个妹妹、2个女儿和1个儿子。现在你已离家10几年，他们是不是还活着都不一定了。人生就如朝露一样短，你何必要让自己受这么久的苦呢？这时苏武才明白了过来，李陵并不是单纯的前来看望他，而是来劝降的。于是苏武果断地拒绝了李陵的好意，让他不要再说了。两人又喝了几天的酒，李陵还是不死心，再次劝说苏武。苏武愤怒地说，如果你一定要劝我投降，那就请你停下今日的欢宴，我直接死在你的面前好了。
李陵见苏武如此真诚，不由得长叹道：“真是义士啊！”说着便流下了眼泪，诀别苏武而去。我们之前讲过，直到汉武帝去世，汉昭帝即位后，苏武才回到了长安。由于李陵当初与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好友，他们掌权后就派人去匈奴接李陵回来。可李陵却说：“我回去是容易，只怕会再次蒙受耻辱啊。”于是他拒绝了汉朝使者的迎接，继续在匈奴又生活了20多年，于公元前74年病逝于匈奴。李陵的故事讲完了，我们再回头来看下司马迁。远在匈奴的李陵并不知道，因为他的缘故，司马迁也将面临着灭顶之灾。当公孙敖告诉了汉武帝李陵正在给匈奴练兵的消息后，汉武帝先是诛杀了李陵全家，随后就给司马迁定了诬枉之罪。根据汉朝的律法，此罪当斩。但是汉朝也有规定，就算被判为死刑，也不一定非要处斩，还有另外2种办法可以免除死刑。一种是交钱赎罪，之前李广、公孙敖、苏建、张骞等人都是被定为死刑后交钱赎罪的。另一种便是接受宫刑。司马迁当然也想交钱赎罪，可是要交的可是50-60万钱，作为一名清廉的史官，他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。而且他的亲朋好友因为害怕触怒皇帝，也不敢出面相救。于是48岁的司马迁需要在死亡和接受宫刑之间做出选择。对于他来说，死亡并不可怕，唯一让他割舍不下的就是那部草创未就的史书《史记》。最终司马迁选择了宫刑，他需要活下来，继续完成那部评判天下是非的史书。公元前98年，太史令司马迁接受完宫刑后，离开被关押了1年多的牢房。出狱后不久，他就被重新启用，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，负责起草诏书和管理公文。从此他就跟随在了汉武帝的身边。这个职位地位虽然卑贱，但是权力重大。可他却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，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史书的写作当中。就这样，他在最脆弱的时候爆发出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，终于完成了这部旷世奇书《史记》。他从黄帝一直记录到汉武帝时期，共130篇，50余万字，包含了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发展历史。以本纪叙帝王，以世家载诸侯，以列传记人物，以书述典章制度，以表排列大事，5种体力相互配合，相互补充。从政治、经济到科学艺术，乃至文化民俗，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创立了纪传体通史的新题材，成为了正史的典范。没有人知道这部巨著真正的完成时间，因为直到司马迁去世，此书的全貌也没有向世人公开。司马迁知道，他秉笔直书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所以他的这部史书必然不会被当时的皇帝和大臣们所能容忍。为了保证《史记》可以流传下去，他费尽了苦心。他让副本流传于京城的市井之中，而将全本的手稿则托付给了自己的女儿。他的女儿是杨敞的夫人，杨敞到汉昭帝的时候升任为丞相。他们生有2子，其中次子杨运自幼聪颖好学，他的母亲就经常将《史记》的手稿拿出来给他阅读。他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，经常是爱不释手。等到他成年后，被封为平通侯。这时他觉得朝政比较清明，是外祖父的这部巨著重见天日的最好时机了。于是他上书汉宣帝，将《史记》的全本手稿给献了出来。从此天下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。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正统的儒家都把《史记》视为谤书。直到东汉时期，这部著作才逐渐被认可，开始影响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方向。到了西晋时期，由于司马家族的人做了皇帝，司马迁以及他的《史记》才彻底摆脱了主流学者的贬斥，受到了官方的推崇。公元310年，在司马迁的故乡，如今韩城市芝川镇的高岗上，一座宏伟的司马迁祠拔地而起。到了元代，司马迁的衣冠冢才在此筑建。由于司马迁的这部《史记》，才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了文献可查。鲁迅评价《史记》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
下期再见。